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小村庄，藏在山的折线之间？你得沿着弯曲的山路慢慢爬升，空气逐渐变冷，城市的声音被一层一层剥掉，直到剩下少数民族的笑语与咖啡香，指引你抵达终点。有的，这个小村庄的名字是盘溪村，在青莱美赛山区的阿卡村落，一个把时间留在雾里的地方。上一集我们去了妹赛的关口市场，打卡了泰国最北端，然后还去了蝎子庙眺望缅甸大其力。对于一般外国游客来说，妹赛之旅大概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，沿着妹赛的西南侧有一条公路，沿路还有许多景点。这些景点在本地游客之中很热门，每年都会吸引大量人潮，但却鲜少为外国人所知。要到达这些地方，可以包车或自驾。如果是像我一样搭公车到妹赛的话，可以租摩托车上去。妹赛唯一的一家摩托车出租店在关口附近，叫做 Pontai Mesai。车费比其他地方稍微贵一点，但毕竟是唯一一家，也别无选择。所幸是很正规的机车行，车况也还不错。他们礼拜天休息，大家要注意一下借车还车的时间哦。开始正式进入今天的旅程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推荐一部迷你影集《泰国洞穴救援事件簿》，还有一部纪录片《受困13人：我们的泰国洞穴生还录》。这两部由 Netflix 在2022年推出的影集，都在讲述同一个新闻事件——睡美人洞穴救援行动。事件发生在2018年的夏天，12个野猪足球队的小朋友在结束练习之后，跟着教练来到了他们平常玩耍的钟乳石洞，准备为朋友庆生。然而这时突然下起暴雨，他们不以为意，想着在山洞里稍微等一下雨就停了。殊不知雨就此未停，甚至越下越猛，直到不断淹积的雨水将他们一路逼进洞穴的最深处，然后再也无路可逃。这两部剧集详细记录了这段地狱级难度的救援过程，其精彩的程度是，哪怕我们都已经知道结局是孩子会被成功救出了，但在观看的过程里还是感到紧张跟屏息。为什么 Yuna 会在这里打了岔推荐这两部剧呢？因为今天要介绍的区域乃至整个妹赛正是事件的发生地点。与一则简短而扁平的新闻报道不同的是，在电视剧中，整个事件是立体而生动的，故事流畅地铺垫了地理背景跟人物脸谱。我们能看到这些孩子贫困的生活背景，不少人的家庭甚至是没有身份证的黑户，在妹赛跟大其力的国境夹缝中辛苦地生存着。镜头攀过了美丽的高山、无情的大雨、深沉的洞穴。剧中提到的每一个地名都将会是游历妹赛时的踏足之地。看了戏之后再来旅游，会让这趟旅程更有代入感，而亲自来过妹赛后再反刍这部剧，也会为观影心得带来更深一层的感受。山区的景点彼此相距不远，1天之内就可以全部走完。说是山区，其实海拔一点都不高，骑摩托车也能轻松到达。这里有2座很热门的阿卡族咖啡小村庄，盘溪村跟盘明村，风景非常漂亮。沿着山路骑上来，会先到达盘明村。盘明是直接音译之后的中文名字，泰文原文叫爬米。爬是指具有峭壁地形的山岩，而米则是熊的意思，所以爬米就是熊山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游历盘明村的时候，会发现很多跟熊有关的名称或符号。整个盘明村是依着山峭建立的，其中隐藏着许多精美的民宿、餐厅、咖啡馆，从每一家看出去都是不同的风景。这里面我想推荐一间餐厅跟一间咖啡馆。餐厅的话是这一间欧松哈米，这是一间阿卡料理餐厅，这在城市里不常见，即便是经常到泰国旅游的朋友，想必也没吃过阿卡料理吧。除了料理本身的特殊性，我也很喜欢店里的布置风格，
首先是这些满梁满柱的干玉米，育有丰收的喜悦，色彩也相当吸睛。店里面的桌椅是这种传统的阿卡族餐桌，用餐的氛围感拉得满满的。而咖啡馆的部分，我想推荐这间 Bear House Cafe， 它不在庞明村的主要镇区，而是在公路旁边。超级chill的空间布置，真的可以躺在这边发懒一整天。沿着公路继续往南骑行，我们准备前往下一站盘喜村。没多久就抵达盘喜村，顺着这个大大的招牌转进来，右手边是一个大停车场。在青莱所有的景点里，盘喜村排得进我的前3名。它有一个很迷人的咖啡 view， 汇落在2座小山之间的峡谷里，这是游客最喜欢打卡的画面，也是最元老的咖啡馆之一。我还喜欢它，即便已是社群分享的宠儿，却依然保有最原始的样貌。村民日常的每一天一样没有改变。我很喜欢盘溪村的一点就是，虽然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小村子，然后很适合观光客拍照，但其实里面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当地的居民，然后过的也是一般的生活。那里面的阿卡族村民，其实他们很多连泰语都不会讲，就是它很漂亮、很美、很适合观光客，但又没有因为观光而改变他们自己原本的样貌。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珍贵的。这个村庄看似遗世独立，实则近在咫尺。不用翻山越岭，不用崎岖攀行，任何时候你想念它了，只要一趟车就可以到达。盘喜村有很多民宿，各种价格、各种等级的都有，甚至还有这种露营场地可以租借。冬天旺季的时候，常常是一房难求。来看一下盘溪村的杂货店。这个之前没看过，好像是新开的杂货店，那还蛮方便的。我喜欢就着午后的暖阳，在村子里慢慢散步的感觉。卖的东西很多，很齐全。店家每年开关关，每次来都能发现新的惊喜。突然看到一家很有氛围感的咖啡店，从最外面的招牌到他们的前院，再到2楼咖啡厅，我像是一只被诱捕的小鸟，顺着他们的耳一步一步走进来拍照。因为实在太美了，就决定在这里喝杯咖啡。离开盘喜村，顺着公路继续一路往南，我们来到皇太后的纪念花园。
施纳卡林皇太后是泰国九世皇普美蓬的母亲，由于她常年投身于泰北农民的转型工作，让他们脱离罂粟种植，并依然能拥有足够的收入，因此广受泰北民众的爱戴。在妹仔的董山有一座她的纪念园区，里面有美丽的大花园，还有她的故居。参观园区需要付门票，可以根据项目选择。旁边有纪念商品的小店，这里贩售的商品也是皇家农村计划的一部分。他们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，生产有机或手工小物。平常皇太后花园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如果遇到新年或泼水节或某些节假日，可能会有临时的市集可以逛，但一般时候项目比较少。建议安排行程的时候跟其他的景点串联。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景点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睡美人山洞。这个原本只是边境小孩下课后玩耍的地方，在发生了那个事件之后，瞬间在全世界的范围爆红。清莱政府的反应很快，当下立即决定将其好好打整，准备日后对各国的旅客开放。Yuna 在事件之后来了3次，第一次还满地泥泞的，尚未开放；第二次则是已经可以进去洞穴参观了，但其他部分还在建设中。而这次来则是第3次。整个园区已经大致完工，建设的成果让我非常惊艳。基础设施做得很完善，此外还建造了一个讲解事件过程的模拟小山洞。门口的迎宾小童是2只小野猪，真是太可爱了。旁边还有一间咖啡馆，可以歇歇脚，补充茶水。里面贩售的纪念品也是各种小野猪。从园区往下走，就会来到洞穴入口。当时孩子们留下的脚踏车，以及救援过程中实际使用的道具，都真实还原在现场。如果看过电视剧的话，光是看到那些脚踏车就会觉得好震撼，临场感超强。目前洞穴虽然开放，但只有前段的一小部分而已。之前毫不管制的状态，在事件发生后已经完全改变了。山洞里随时传出细小的滴水声，这些天然过滤的矿泉水就是当时他们得以存活的重要泉源。来这里参观的游客，世界各国都有，西方人当然也不少。所有人来到这里，都还是津津乐道着那桩救援行动。洞穴的狭窄处，哪怕是这样正常通行，都有点困难了。想象一下，在这里全部灌满水的状态下，漆黑无光，然后要把13个极其虚弱又不会潜水的人救出来，难怪会说这是地狱级的救援难度。睡美人山洞是我每次来都感受很强烈的景点，它带给你的冲击是方方面面的，有源自于大自然本身的鬼斧神工，也有事件叠加其上的人情、传说、牺牲奉献。所以 Yuna 才会建议大家先看过剧集再来旅游，感觉真的很不一样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妹仔篇下集。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吗？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会继续分享清莱以及更多台北小乡镇给大家。我们下次见。
สวัสดีเจ้า